此时和未来万恶之源擦肩而过的武道还没有意识到什么。和 Miki 分开后，他又过上了普通国中生的日常。学渣武道回到12年前，依旧还是学渣。日向带他回自己家给他补课，谈起了最近弟弟直人的转变，而且还敏锐地感觉到武道变得更加成熟了。毕竟现在的武道比他大了12岁。今晚碰巧是烟火大会，日向拉着武道去楼顶看烟花。武道专注着看着烟花下日向的脸，鼓起勇气牵起了日向的手，没想到一扭头和他牵手的居然是直人。武道和直人大眼瞪小眼，牵错了人不要紧，要命的是直人是他回到未来的触发器呀！果然下一秒，武道哭着从现实醒来，差一点就能牵上了。直人还以为武道是有了什么进展才回来的，没想到居然是不小心牵错手了。不过经过这次，直人也搞清楚了武道穿越的规律，他能穿越回12年前的同一天，两边的时间流速是相同的。他回到过去过了1周，现实里也过了1周，因为武道的意识穿越了回去，现代的躯体会呈现假死状态，全靠营养液维持生命。和直人握手是他回到过去和未来的触发器。武道说自己见到了东莞的首领 Miki， 但是直人并不相信 Miki 会是个好人，因为现在的 Miki 无恶不作，他恨不得让武道直接杀了 Miki， 永绝后患。武道更加大胆，他准备直接去见现在的 Miki。东莞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他想问问 Miki 的本意，但这实在是太危险了，而且他本人极其谨慎，就连警察都无法掌握他的行踪。不过直人还是答应了帮武道找人。在翻阅资料时，直人惊讶地发现东莞多出了一个干部，正是武道曾经的好基友阿敦。他原本应该在16岁时刺伤青将，被逮捕进少年院，之后一直混在底层台队，但是因为武道改变了过去，阿敦没有去袭击青将，所以没有被抓。蝴蝶效应一变再变，12年后的阿敦居然成为了东莞的干部。如果能联系上阿敦，说不定就能找到 Miki。 于是直人跟着武道回家寻找阿敦的联系方式。武道的家那简直就比垃圾堆好一点，灰尘漫天，蟑螂遍地，吓得直人大惊失色，这真是人住的地方。武道从一堆垃圾堆中翻出了国中时的通讯录，万幸阿敦没有换手机，也没有翻脸不认人。晚一点的时候，两人到了阿敦经营的夜总会门口，直人担心武道的做法太露骨会出问题，武道坚信他和阿敦的友情不会变。但当真进了富丽堂皇的酒店，武道还是控制不住的抖啊抖，毕竟是10年不见的人，还有着如此明显的阶级差距。阿敦的相貌变了很多，他提出要和武道单独谈谈，不过到了两人单独相处的时候，阿敦就又变回了当年的样子。两人开心的聊着，回忆着当年。没想到阿敦话锋一转，直言他知道直人是警察，也是日向的弟弟，而且那天将武道推下站台的人就是他。武道不敢相信的盯着眼前的好友，就听阿敦继续说，他那天本该杀了武道的，但是直人就像早料到武道会掉下去一样，千钧一发之际将直人拉了回来。这种必死的局面都能扭转，只有一个可能，武道能回到过去。他向过去的直人求助了，大哥有话好好说，赶紧把剧本放下。即便事实已经摆在眼前，武道还是不愿相信。他记忆里肯为朋友牺牲、善良勇敢的阿敦绝对不会杀他。阿敦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，他现在只是嬉笑的走狗。东莞如今完全掌握在嬉笑手中，而 Miki 已经失踪好几年了。阿敦告诉武道， Miki 是在阿坚死后开始性情大变的，不该死的阿坚死了，一切都变了。阿敦说着爬上了天台边缘，哭着看向武道，救救大家吧，爱哭鬼英雄。随后从楼上一跃而下，武道摇摇晃晃地向下望去，阿敦已经身体扭曲地摔死在了大街上。武道跪在地上痛哭流涕，暗处西柚正默默注视着一切。阿敦的死深深刺激到了武道，但他并没有因此一蹶不振。他让直人查明阿坚是哪天死的，不管是阿坚、阿敦还是日向，所有人他都要救。也是从这时开始，武道走上救赎所有人的圣母之路。话虽这么说，武道自己这边已经快过不下去了，因为旷工2星期，他被老板开除，眼看穷的揭不开锅，武道就想速战速决，要不直接和过去的日向挑明他未来会死算了。直人骂他是猪，除了当时中二的自己，谁会相信他的鬼话？唯一的办法只有回到过去救下阿坚，防止 Miki 黑化。直人很给力的查到了当时的新闻，2005年8月3日，在涩谷武神社停车场发生暴走族50人集体斗殴事件，阿坚因为被刺伤腹部身亡。根据当时网络留言，东莞内部分裂成 Miki 和阿坚两派内斗，才最终导致了阿坚的死亡。而离8月3日只剩下2周的时间了，武道不相信比兄弟还亲的两人会内斗，其中肯定另有隐情。于是为了拯救阿坚，武道再次穿越回时空，回到12年前。
一睁眼，武道惊呆了，他身上居然骑着一个只穿了内衣的美女，这是什么情况？武道完全丧失了思考能力，趁着美女接电话的空隙光速跑路，这事儿绝对不能让日向知道。结果刚说完，日向就出现在他的身后，武道做贼心虚，以为日向是来捉奸的，但其实是武道穿越回去之后，12年前什么都不知道的武道冷落了日向，日向生气了而已。武道没来得及解释，阿坚就打电话来让他去神社集会，日向也要跟着去。他的幸福其实很简单，就想像现在一样和武道一起散步聊天就够了。两人到了神社才发现，这里聚集了大批骑摩托车特工服的暴走族，武道差点又被拎起来揍，还好三分队长三谷认出了武道是 Miki 的客人，帮他解了围。随后 Miki 和阿坚也到了，看到武代还带着女朋友，阿坚就让艾玛照顾一下日向。结果你说巧不巧，艾玛正是刚刚骑在武道身上那位美女。事情暴露，武道惨遭日向爱的铁拳教育。当然艾玛和武道之间并没有什么，他喜欢的是阿坚，但是阿坚心里只有 Miki， 他只是想让阿坚吃醋而已。东万的集会在武藏神社召开， Miki 作为首领，一旦站上高台，气势就完全不一样了。这次会议是要商议东万是否和爱美爱主帮派开战的事。武道一头雾水，突然就被人一脚踹趴了。你怎么一穿越必挨打？这男主让你当的，怎么惨成这样？踹倒武道的是三番队队长阿帕和副队长阿呸，青将是三番的队员，因为用东万的名号赌驾，被 Miki 教训了一通，直接导致青将被罚的武道就遭了殃。而且此时的阿帕还在气头上，爱美爱主的头长内和阿帕的死党起了争执，长内就召集了手下对他的死党进行围殴，抢钱还不够，甚至强奸了他的女朋友，还波及到了家人。此时的东万还只是盘踞在涩谷的新兴组织，爱美爱主的势力比他们大，要是真干起来，不可能毫发无伤。阿帕不想连累兄弟们，但是 Miki 只是问他干还是不干，兄弟被欺负了，东万里没有一个人觉得这是小事，管他多大的组织，干就完了。Miki 一呼百应，和爱美爱主的决战就定在8月3日的武藏祭，而那一天正是阿坚的死期。阿坚的死是因为东万分裂导致的，但是武道怎么也想不明白 Miki 和阿坚这么要好的人怎么会闹掰。为了调查，武道决定去当阿坚的小弟，然后因为太菜被无情抛弃。武道没有灰心，而是决定跟踪两人。这一跟，武道才发现 Miki 是个会为了儿童套餐里没插旗帜就闹脾气的孩子，而成熟的阿坚会随身带旗子哄他开心，还会在 Miki 吃完倒头就睡之后背他回家，怎么看见两人都不会决裂的。武道一路跟着两人来到医院，被长内祸害的那位女朋友到现在还躺在 ICU 昏迷不醒，好好的姑娘就这样被无辜牵连的浑身是伤。姑娘的父母对所有的不良都深恶痛绝，一见到两人就恶语相向。明明什么都没做，阿坚还是摁着 Miki 的脑袋和姑娘的父母鞠躬道歉。阿坚只是想告诉 Miki 祸不及家人的道理，他们马上就要和爱美爱主开战了，自己的事自己解决，绝对不能把无关的人牵扯进来。Miki 可以不用学会低头，但是要有为人着想的心。武道也明白阿坚死后 Miki 为什么会疯，因为阿坚就是 Miki 的良心。但其实坚强温柔的阿坚并不是什么好人家的孩子，他出生在涩谷的红灯区，从没见过父亲，母亲是个妓女，在他2岁的时候就离开了。他的家就是一家情趣按摩店，他从小个头就很高，力气也大，是小学里的霸王。5年级的时候耍酷在脑袋上纹了个龙形纹身，打架很厉害，就连国中生都怕他。可惜不慎踢到铁板，被称霸一方的不良围殴一顿之后，他就成了这群人的手下。最近不良里出了个比阿坚还嚣张的小学生 Miki， 老大就让他把人带过来教训一顿。阿坚很兴奋，毕竟谁不想跟强者干架。原本以为 Miki 会是个人高马大的肌肉壮汉，一见面阿坚就惊呆了，这个叼着棒棒糖的臭小鬼是谁呀？虽然失望，阿坚还是把人带到了不良面前。只见 Miki 脚下生风冲了上去，高高跃起后一脚踹飞了不良老大，一招击垮不良团，阿坚秒变小迷弟。Miki 也看出了阿坚绝非池中之物，就这样两人成了好朋友。阿坚死亡的12年之后，某处高楼上，长发的 Miki 默默注视着城市的夜景，风吹起头发，露出了他脖子上和阿坚一样的龙形纹身。